父皇战败后逼我提起和亲，却被2个皇子相中。送个男人来和亲，荒谬。不如拿着皇子祭旗，图个吉利。要不先看看，谈谈赔偿。我是正经男儿，又没断袖之癖。依我之见，还是把他送去质子府吧。宣和亲皇子进殿。拜见皇上。父皇，儿臣愿为2国稳定和亲。这种牺牲自我幸福的事情，还是我这个大哥来吧。二弟，你莫要和我抢。你们2个刚才说的话是放屁吗？打仗打输了，父亲想让姐姐们和亲。我们都是父皇的孩子，凭什么非要送公主去和亲？这不是有一个现成的皇子，不能送吗？父皇，你不能偏心。那你们3个抓阄，谁抓中了谁去。3个。于是我就这样跟着姐姐们一起抓阄，就属我运气最差，抓中了，直接被打包上轿。夏朝皇帝有毛病吗？送来个男人来和亲，这算什么意思？羞辱我们！觉得你有断袖之癖，也说不定。欺人太甚！我想直接打去夏朝，砍了那个老皇帝。至于外面那个吗？杀了祭旗都不为过。来之前我已经想好了去当智姬，谁知道他们一上来就要砍我。要不先看看人吧，万一是一个美人呢？总要谈谈赔偿吧。说不定还是一个丑八怪呢，直接送去质子府得了。天天就是想打仗，夏朝到底有谁在啊？非打不可吗？和亲我是不会和的，要不父皇你和。我对女人可没兴趣，我喜欢男的。哦，也不是喜欢男的，只是我喜欢的人刚好是男的。放肆！我不管你们喜欢谁，必须要和亲。这场仗打了多少年了？你们要为百姓着想，我们不能再打下去了。管你们和不和亲，不要拿我的人头去祭旗就行。好巧啊！无论夏朝派个皇子来是什么意思，我们该谈还是要谈。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拿到赔偿款，就是和亲的嫁妆。这跟我们和不和亲有什么关系？不和亲，银钱是不想要了吗？父皇，听说夏朝公主个个肤白貌美，弟弟他还未有正妃，不如让他去。皇兄说的哪里话？你自己的后院不也空空如也吗？我好歹也是一个美人胚子，你们以后别追起火葬场。皇兄，你知道的，我自小就心有所属，立誓非他人不娶。而且我喜欢男的，夏朝那些漂亮妹妹还是留给你吧。歪理，那我还有白月光呢，儿时就与我签订契约，同生共死。你满口谎言，你伶牙俐齿。不要以为你是老大就为所欲为，不要以为你小就撒泼耍赖。你们2个逆子给我闭嘴，滚出去！夏朝公主泼辣蛮横，你不遑多让，你们还真是天生一对。他们性格糟糕，你阴阳怪气，还真是性格互补。滚回去吵！在殿门旁偷听了半个时辰，还是被送回了驿站。客官请，静待召见。来都来了，不如逛一逛。这个好吃。这茶楼好精致啊，里面应该有不少帅哥吧？夏朝的公主一个比一个疯癫，养男宠就算了，还有当土匪的。他们皇子更是一个比一个离谱，没啥正常人。真是倒霉，吃瓜吃到自己头上了。他们皇帝怎么好意思送过来的？就那夏朝嫡系了，这已经不错了。哼，你应该庆幸那皇帝没糊涂到送3、4岁的，到时候还要奶娃娃。那这样看，送个皇子来当质子也挺好。
就跟你当时在夏朝当质子时一样。质子，当年那个长得漂亮的少年，是现在的二皇子。皇兄，听说你当年被夏茶九皇子掳进府，天天像小狗一样汪汪汪，总比你当年被个小丫头骗进山寨，还美滋滋给人家当跟班强多了。啊！我怎么感觉这些怎么那么像我当年干出来的事儿？我去，你个粗老汉，动不动怜香惜玉！完了完了，该不会被认出来了吧？是你？不是我，不是我，你是那个拐了我的小女匪，今天怎么穿了男装？不过你穿男装还挺好看。好家伙，又是个有仇的。皇兄，这就是我心中所属。我要娶她。至于夏朝的公主，谁爱娶谁娶，反正我不娶。这还真是冤家路窄，全是被我坑过的货。一个是被我带进九皇子府的质子，一个被我女装骗去无解山寨的少年。完了完了，全都有仇！什么心中所属，肯定在装傻，其实是想报复我。想必两位认错人了，我就是一个来喝茶的。欺负我3年，你跟我说我认错人了？那些事儿就算了吧。该死的和亲，怎么就遇到了老熟人？阿宁，你怎么这样说？忘记给我的承诺了？我还为你签了卖身契。你明明说的，待在山寨1个月，就让我……你可别说了，我的大哥，没看到大皇子眼神要吃了我吗？都怪1年前吴姐把我打扮成姑娘，害得她对我一见钟情。那是兄弟契约啊，你看错了。你们玩的还挺花呀。不都一个意思吗？皇兄，你只要知道我有心意之人，并非作假。不知道这位公子还记得当年欺负我之事？当初二皇子刚被骗进山寨时，你不是说要抢我当压寨夫婿吗？那咱们什么时候成亲？这怕不是一个傻子吧？不小心招惹了个傻子怎么办？傻子你都骗，那我倒要看看傻子长啥样，能入得了你的法眼。这个好，这个好，就跟这个谈。我倒要看看，经历过这样顶级的，这世间哪还有男人能伤得了你？吴姐，别忘了我是男人。哼，就是你让阿宁去抢压寨夫婿的，以后别了。这个名头我买断了。二当家好。于是，寨子中的人看着我就喊：“二姐不好，二当家好。”喊得大声的，多给一个。而我站在旁边不忍直视，不禁怀疑起自己。二姐夫，您找咱们二当家可真是好福气。人总说，活到某个年纪就会自动解锁技能。春花闪是 PUA 界的一把好手，咱们二当家是女人中的女人，雌性中的雌性。说句母道话，花心不是缺点，那是属于女人的责任心。白天一起劫富济贫，他以正宫自居，亲力亲为的给我递刀；晚上他按摩揉肩，还给我打洗脚水。不是，好好一个桀骜不羁的骄纵少年，你给训成啥样了？这哪是我教的，还不是你这寨子影响的。公子啊，那些道理不过是我和夫君间的情趣，你不必跟着照做。只是我喜欢那类男子，万一阿宁他并不……大当家，你这是说的什么话？阿宁他每天已经够辛苦了，我一个小男生又帮不了他什么，只能做些力所能及的事。更何况女子这样就是天经地义，我只是提前做了婚后该做的事。阿宁，我契也签了，1个月的约定也遵守了，你可一定别忘了来追我回去啊！阿宁，你在想什么？我等了你1年，你为什么不来追我？没想到都过了1年了，他还是被荼毒的不浅。当时你说的地址我没听清，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身在屋檐下，不得不低头。没关系，是怪我没说清楚。小女匪吗？
还真是狡猾，招惹了一个又一个，却个个不给名分。再说，他不是回来找我了吗？你休想挑拨我俩的关系。男人最重要的是自尊自爱，你别上赶着打他的主意。二皇子拉着我再次走上这条去往大殿的路，我的心情不知为何安定了不少。父皇，儿臣已找到少年时的白月光，便不再适合当和亲的人选。你确定？是，儿臣不愿和亲，儿臣只想娶我身边的这位。父皇，儿臣愿牺牲幸福，迎娶夏朝和亲的皇子。啊！多谢皇兄成全。上午说起和亲，你们一个比一个还会推卸，现在怎么抢起了男人？谁抢男人了？我想娶的明明是……夏朝玄宁，拜见皇上。